大家好，我是王明。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收听一起学汉语。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大家可能每天都会做，或者说经常做的事情，哦，是什么呢？就是购物。购物，对，这个是我们生活里肯定少不了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一些跟购物有关的中文词语和句子，还会一起连连对话，这样呢，希望能帮大家以后在中国买东西的时候感觉更方便，也更自信一点。没错，不管你是去那种实体店，比如商店、超市买东西，还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网上购物。对，今天学的内容应该都会非常有用。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首先呢，咱们来学一些核心词语。说到购物有几个地方我们肯定常去。第一个，商店。商店，就是卖东西的地方嘛。比如说服装店、鞋店，还有书店什么的，都可以叫商店。对，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买吃的、用的会比较多，那就是超市。超市一般比商店要大一点，里面东西种类特别多，像水果、牛奶、面包都有。还有日用品。对，洗发水、牙膏这些。那如果是一栋特别大的楼，里边有好多好多商店，还有吃的地方，甚至电影院，那个叫什么呢？那个我知道，叫商场，是吧？周末很多人就喜欢去逛商场。没错，除了去这些地方，现在很多人更喜欢在家用电脑或者手机买东西。这个太普遍了，就是网上购物。是的，特别方便。那在这些购物的地方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比如说去买东西的人就是顾客。对，我们去买东西，我们自己就是顾客。那在商店里帮我们找东西介绍商品的人呢？我们可以叫他们服务员，或者也可以叫售货员。服务员、售货员。那如果这个商店是他自己开的呢？那个人就是老板。对，老板。有时候买东西我们会直接跟老板说话，比如问问价钱什么的。是，那网上购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问题，比如想问问这个大小合不合适或者什么时候能寄过来，找谁问呢？一般是联系客服。客服就是通过网络或者打电话回答我们问题的人，对吧？没错。接下来我们看看买的东西本身，最常见的，比如身上穿的衣服。衣服像衬衫T 恤外套这些都是衣服。还有穿在下身的裤子。对，长裤、短裤都算裤子。然后脚上穿的呢是鞋。运动鞋、皮鞋、凉鞋，都是鞋。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几个方面要注意。首先就是颜色。对，颜色很重要。你喜欢什么颜色？比如红色、黑色、白色。买衣服、鞋子肯定要选颜色。还有就是合不合适，也就是大小。对，这件衣服你穿大小怎么样？大小也跟那个号有关系，就是尺码。尺码。比如衣服常说大号就是 L 码，中号 M， 小号 S。买东西我们肯定都关心这个东西好不好用，耐不耐用，也就是质量。对，质量就是东西好不好，结不结实。大家肯定都想买质量好的。那是当然。好，了解了地方、人和物品，我们再来看一些购物时候的常用动作。买衣服、鞋子，你想知道合不合适，就得试一下。对，试一下，试穿一下。商店里不是有那种专门试衣服的小房间吗？那个叫试衣间。试衣间。那如果试了觉得不太合适，比如说太大了或者太小了，想换一件别的，这个动作就是换。对，换。比如换个大一号的，或者换个别的颜色。那如果东西都买回家了，然后发现有问题，或者就是不想要了，怎么办？这个可以退，或者说的完整一点叫退货。退货就是把东西还给商店，然后拿回你付的钱。购物的时候大家最喜欢看到什么？我觉得是打折。没错，打折就是价格降低了，变便宜了。对，比如说一件衣服原来100块钱，打8折就是80块钱。便宜了20块。选好了东西，最后一步就是要付钱。也可以说结账。对，结账。
付钱的方式现在可多了，可以用银行卡，那个叫刷卡，刷卡也可以用那个纸币和硬币。现金。对，现金。虽然现在用的相对少一点了，但还是能用的。不过在中国，现在最流行的还是用手机付钱，拿出手机扫一下那个二维码，这个动作叫扫码。是的，扫码一般就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对，那如果你在网上买东西，或者在店里买了挺大的东西，自己不好拿回家，可以请他们把东西送到你家，这个服务叫送货。送货。有时候这个送货是免费的，不用另外给运费，这种情况就叫包邮。包邮，这个好，很多网店都是买满多少钱就包邮。对。好了，学了这么多词语，我们来看看在实际购物中怎么把它们用到句子里。我们来看几个情景啊。第一个，在商店里问问题，还有试穿。比如你想知道店里有没有你想买的东西，可以这么问：你好，请问你们有没有？举个例子，比如你想找红色的鞋，就可以问：你好，请问你们有没有这种红色的鞋？明白了。那如果看到一件衣服想试试呢？可以问服务员：我可以试一下这件吗？如果是鞋，就说：我可以试一下这双吗？这里用动词 plus 一下。对，表示一个比较短暂的尝试动作，语气也更客气一点。那试了之后，如果觉得不太合适，比如有点大，你就可以说：这件儿有点大，有没有小一点的？这个有点儿 plus 形容词表示程度不高，但你不太满意。有点大，或者你想比较两件东西，比如说觉得这件不如另外一件好看，可以说我觉得这件儿没有那件儿好看。这个句型 A 没有 B plus 形容词是用来比较的，意思是 A 在某个方面不如 B。明白了。好，第二个情景，讲价，这个很多人都关心。没错，尤其是在一些小店儿或者市场里，可能可以讲价。首先你得知道价钱，可以问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觉得价格太高了，可以直接说太贵了。对，这个太了的句型表示程度非常高。然后呢，就可以试着讲价了。比较客气的话，可以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儿？能不能便宜一点儿？或者你也可以更直接一点儿，说出你心里的价钱。比如说100块卖吗？对，还可以跟老板商量，老板算我80块吧。这个意思就是希望老板按80块钱卖给你。算我80块吧。好，第三个情景，付款，决定要买了，要去付钱。如果你不确定怎么付，可以问我怎么付钱，然后告诉他们你的付款方式，我付现金，或者我刷卡，或者我扫码。如果你说扫码，服务员一般会确认一下。对，可能会问你微信还是支付宝，你就告诉他用哪个 APP。好，第四个情景，在超市买东西，超市很大，东西特别多，有时候找不着想买的东西。是的，这时候可以找工作人员问，请问牛奶在哪儿卖？用在哪儿来问位置。选好东西了，推着车去收银台，可以对收银员说：你好，结账。结账。收银员算好钱以后，经常会问一句：需要袋子吗？对，因为现在超市的塑料袋一般要收钱的。你可以回答要，谢谢，或者不要，谢谢。好，第五个情景是网上购物，涉及到送货的问题。你可以在下单之前问客服，你们可以送货吗？或者问运费的问题，这个包邮吗？如果你想要卖家把东西寄至到你指定的地址，用一个很重要的句型，就是把字句。对，这个 HSK4 会跑吧？你可以说，请把这个送到我的地址。它的基本结构就是把 plus 对象 plus 动词 plus 其他成分，比如到加地点。你肯定也想知道买了东西大概什么时候能收到货，对吧？可以问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到？好了，学习了词语和句子，现在我们来听几段对话，看看在真实的购物场景里怎么用上这些话。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大家注意听对话里用到了哪些我们刚才学过的内容啊？对话1，
在服装店买衣服，价价和试穿。商用扑克，老板你好，我想看看那件黑色的衬衫。好的，这件是吧？这是今年的新款，质量挺好的。我可以试一下呢？当然可以，试衣间在那儿，您请。老板，这件中号的好像有点小，有没有大一号的？有的，大号在这儿，您再试试这件。这件很合适。这个多少钱啊？这件350块。哇，350，太贵了。老板，能不能便宜一点？280块卖不卖？哎呀，280真卖不了啊，这都亏本了。最低320块，真的不赚钱了。这样啊，300块吧，300我现在就付钱，怎么样？哎呀，行吧行吧，看您这么喜欢，就当交个朋友，300就300。您怎么付钱？刷卡还是扫码？我扫微信吧。好。对话2，在超市结账，询问付款。你好，结账。好的，请问您有会员卡吗？没有。好的，一共是185块，请问需要袋子吗？袋子5毛钱一个。哦，不要了，谢谢，我自己带了袋子。好的，那您付现金还是刷卡？我可以用支付宝吗？可以的，请扫这边这个码。好。对话3，网上购物，询问客服关于送货。客服你好，我看中你们店里的一双鞋。亲，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看中的是哪一款呢？就是页面上那个白色的运动鞋，想问一下这个包邮吗？亲，是的呢，咱们店现在全场都是包邮的哦。哦，那太好了。我在上海，如果我现在下单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到？您现在下单的话，我们仓库今天就可以发货。上海同城的话，正常明天应该就能送到了。这么快？好的，那麻烦你们把鞋送到我订单上那个地址。好的，没问题，亲，我们会尽快为您安排发货的。怎么样？这几段对话是不是感觉很实用啊？对话里用到了很多我们刚才讲到的词语和句子。对，大家可以多听几遍，然后自己模仿着说说看，这样对口语肯定有很大帮助。不过啊，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也很容易犯一些小错误。了解这些常见的错误，可以帮助我们说得更地道，避免一些误会。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常见错误，就是容易把试和穿搞混。对，有的同学在商店想试衣服，可能会说成“我可以穿一下吗？”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怪怪的。我们分析一下啊，穿这个词一般指的是已经把衣服穿在身上的那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完成的动作。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件新毛衣。在商店里，如果你问我可以穿一下吗？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你想把这件衣服穿上，然后可能就穿着走了哈，而不是在试衣间里试一试看合不合适。对，听起来像是想把衣服直接穿走，不给钱似的。哈哈，所以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可以试一下吗？试这个词才是在商店里表达 try on 这个意思最准确的词，表示你想试试看大小啊、款式啊合不合适。好，第二个常见错误是用便宜这个词来讲价的时候，方式不太对。这个也挺常见的。有些同学想让老板降点价，可能会直接说：“你可以便宜我吗？”这个句子语法上是不对的。分析一下原因，便宜它是个形容词，意思是价格低，它不是一个动词，后面不能直接加人，不能说便宜你或者便宜我。这样说中国人可能会听不明白。对，那想表达能不能便宜一点这个意思，正确的说法是可以说可以便宜一点吗？对，这里便宜还是形容词，或者呢，你也可以用一个动词短语，比如打个折吧，让老板给你打个折。打个折吧，这个很常用。第三个错误呢，是问价格的时候不太恰当的用了几块钱。这个怎么说？比如看到一件感觉还不错的衣服，有的同学可能会直接问那个几块钱。这样问有什么问题吗？分析一下啊，几这个词通常是用来问数量比较少的数字，一般是指10以下。比如你问一瓶水多少钱，说几块钱没问题，因为它确实便宜。但是如果一件衣服可能要好几百块钱，你上去就问几块钱，那卖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觉得你好像不太懂行情，甚至可能感觉有点不太礼貌。明白了。
所以不管东西贵不贵，最常用、最保险的问价格的方式是那个多少钱？对，多少可以用来问任何数目的大小，所以问价格用多少钱是最普遍、最不容易出错的。好，第4个错误是关于付款方式的，动词用的不对。比如说想用支付宝付钱的时候，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我要做支付宝。做支付宝这个搭配确实不对。分析一下，我们不说做支付宝或者做微信支付，那应该用什么动词呢？表示使用某种支付方式，我们通常用动词用，所以正确的说法是我用支付宝。我用支付宝。或者呢，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扫码支付嘛，所以更常用的、更地道的说法是我扫支付宝或者我扫微信。对，用或者扫更符合大家的说话习惯。记住这几个常见错误，下次购物就能避免了。好了，理论学习和例子都看过了，现在呢就轮到大家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了。我们来做几个小练习。好，第一个练习是翻译，请你听一个英语句子，然后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This piece of clothing, can I try it on? It's a bit expensive. Can it be a little cheaper? 停顿几秒。想好了吗？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这件衣服我可以试一下吗？它有点贵，能不能便宜一点？你翻译对了吗？注意用试一下、有点贵和能不能便宜一点这几个点。好，第二的练习是改错。你听下面这个句子，想一想哪里说错了，应该怎么改。老板，这件裤子太大了，你便宜我20块吧。停顿几秒。找到错误的地方了吗？提示一下，是关于便宜的用法。我们刚才讲过，不能说便宜我。对，不能说便宜我。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老板，这件裤子太大了，能便宜20块吗？或者更口语化一点，便宜20块吧，把那个你便宜我去掉就行了。好，第3个练习，我们来完成一段对话。你来扮演顾客 A， 然后听我扮演的老板 B 怎么说，然后你来回答。好，我先说，扮演顾客 A， 你好，这双鞋多少钱？扮演老板 B， 600块。停顿回，现在轮到你了。作为顾客 A， 你觉得600块有点贵，你会怎么跟老板说？试着讲价。停顿几秒。好，你刚才可能说了类似太贵了，便宜点吧，或者500卖吗？这样的话，现在我作为老板 B 回答你，最低550块，不能再少了。怎么样？刚才你想到合适的讲价说法了吗？多练习几次就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和练习了关于购物的很多内容，从词语到句子，再到对话和常见错误。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将来在中国生活或者来旅游购物的时候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对，学习语言嘛，最重要的还是得多听、多说、多练习。没错，下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别害怕，大胆地用上今天学的中文去交流吧，你会发现很有用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再见。